我们总以为宇宙的讯息会以光亮登场，会在我们最迷惘的时候大声告诉我们该往哪里走。但真相是，它总是在最宁静的时刻到来，在你不再寻找、不再追问的那一刻，轻轻的像风一样落在心上。孤单从不是你被遗弃的证明，它是宇宙在说，现在是你与自己重逢的时候。当外在的声音安静下来，你才会发现内在有多少从未被听见的低语。那不是头脑的声音，不是惯性的念头，而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感觉，像一滴水坠入湖面，没有震耳的声响，但那涟漪会持续扩散，带你回家。孤单是一种通道，不是为了让你感觉缺乏，而是让你记得你从来都不孤单。你之所以感到空，是因为你正准备被更大的能量充满。静默是一种艺术，不是因为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懂得聆听，聆听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聆听生命在无声之中给你的指引。在那个无人干扰、没有评价的时刻，你会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拥有什么，而是来自一种你与自己、与宇宙深度连结的信任。很多人害怕孤单，因为那会唤醒我们内在的空虚与不安。但正是这份空，才有容纳光的可能。当你愿意穿越那份禁忌而不逃避，你会开始感觉到有些东西在发生。你会开始梦见答案，遇见启示，感受到同步性的巧合。你会突然有个灵感，一道明白，或一个念头闪过心中，让你知道，是的，这就是方向。那不是你计划来的，而是你允许来的。宇宙讯息从不缺席，只是我们太吵、太忙、太急，听不见。但当你慢下来，当你坐在自己的孤单里，温柔地陪伴它，你就打开了一个门，让讯息能够进来。这份艺术不需要技巧，它只需要你真心的愿意存在，无需证明，无需表现，无需修正，只是单纯的与当下在一起，与自己在一起。你会发现，你所谓的空虚，其实是一场深度重启的过程。你所谓的孤单，是灵魂正在对你说话的方式。别再急着逃离这份宁静，它比你想的更神圣。当你学会在寂静中站稳自己，宇宙会用一种最独特的方式回应你所有的等待。那是你灵魂的声音，也是宇宙与你最亲密的对话。而你所需要的，只是片刻的静默，一颗愿意听的心。你明明已经许愿了，也写下清单，练习显化，调整频率，每一步都做得认真而真诚。但你却开始焦躁，开始怀疑，为什么他还没有来？为什么别人可以那么快，我却迟迟等不到？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，不是不相信，而是等得太久。你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是不是宇宙忘了你？你甚至想要控制过程，加快步伐，推自己再做多一点，想多一点，努力多一点。但真正困住你的，不是宇宙没有给，而是你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可以在等待中依然值得拥有。你习惯掌控，因为你怕失望，你怕如果放手，事情就不会照你期待的方向前进。你怕若不努力证明，就不会被选择，不会被照顾。所以你拼命紧握所有可能的安排，
企图用计划抵抗不确定的未来。但宇宙的时间轴从来都不跟着人类的节奏走，它不是你一许愿，明天就兑现的便利商店，它是一种高层次的智慧调度，总是在你真的准备好的那一刻才打开那道门。这份等待不是空白，它是宇宙在说，我正在为你铺路，请相信。你说你想要那段关系，那份工作，那笔收入，但也许你的能量还停留在怀疑、匮乏或过去的创伤中，还没有真的准备好接收。宇宙不会把你还无法承接的东西强塞给你，它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节奏，知道你需要的不只是结果，而是成为能承载那个结果的自己。所以它要你慢下来，不是要你放弃愿望，而是要你先照顾好你的频率，让你的信念、行为、能量都真正对齐。这过程有时会让人感觉失控，因为我们太习惯用力，习惯安排，习惯预期。但臣服不是无能，是深知宇宙的智慧大过你的焦虑。你会开始发现，当你放下什么时候来的执着，开始关注我现在是谁，我是否真的相信，能量就会自然松动，转化会悄悄发生。你会遇见一些人，一些事件，打开你内在看不见的盲点，让你一步步接近那个与愿望对等的自己，直到有一天你再也不急。你活在当下，活在爱里，活在信任里，你的显化便会不请自来，因为你终于真正准备好了。放下控制的挑战是对自我价值的深度学习，它不是一夜之间的转变，而是一次次你愿意不再靠外在回应来定义自己，愿意深信，就算还没发生，我依然值得。即使现在看不见，我也选择相信。这份信任就是你与宇宙之间最真实的对话。当你活成这样，宇宙就不再迟到，它只是等你回到这样完整的自己。你曾有过那样的时刻，一场冥想，一段深度阅读，一个灵魂共振的对话，让你仿佛穿越了现实的局限，感觉自己是光，是爱，是无限的意识。你被那股能量包围，心里前所未有的明亮与自由，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你体内流动。那是灵性高峰的经验，是真实的，也是神圣的。但当你回到日常，一封未读的信，一通令人烦躁的电话，一个冷漠的对话，一次突如其来的混乱，都足以让你从天堂跌落人间。你开始怀疑，刚刚那份神圣的感觉是不是只是一种幻觉？为什么明明有过那么高的觉醒，却还是会陷入情绪的低谷与现实的混乱？这是一条每一个走上灵性之路的人终将走过的桥。那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正在学习如何让觉醒变成生活，而不是逃离生活的方式。灵性高峰给你的是方向，是记忆，是灵魂的召唤。但真正的修行，是你愿不愿意在混乱中依然选择对齐那份光。你不是为了永远待在高频才练习灵性，你是在起伏里活出高频，在跌宕中练习稳定，那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每一次你从高峰回到日常，其实都是一种整合的邀请，不是要你否定神圣的体验，而是让你学会把它带进日常的言语、行为与选择中。当你能在与他人起冲突时，
依然记得自己可以选择爱的回应，那就是灵性的落实。当你能在不被理解的时刻，依然尊重自己的直觉与节奏，那就是能量的稳定。高峰不是终点，它是种提醒。它提醒你，你是谁，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。而现实，则是你真正练习成为那个你的地方。你不需要追求永远的感动与澎湃，你只需要学会如何在简单中不忘初衷，在沉默里仍旧感应宇宙的流动。这样的你会越来越稳，不是因为你不再起伏，而是你已经懂得在每一次起伏中把自己找回来。你不再依赖灵性体验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你把光带进洗碗、回讯息、呼吸与生活的每一刻。那是灵性真正的力量，不是在高处看见世界的真相，而是在低处依然选择活出它。当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的每一天都将不再是现实与灵性的拉扯，而是一次又一次把神圣活出来的机会。那就是灵性的稳定，也是你灵魂真正想带你经历的旅程。你以为金钱只是数字、交易、汇入汇出，你努力工作，精打细算，设定财务目标，希望能让生活更宽裕，让未来更有保障。但你心里其实知道，那笔迟迟没入账的钱，那个怎么努力也无法打破的财务上限，从来都不只是数字的问题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你对自己价值的认定。金钱是能量的延伸，它流向你，相当于宇宙在说，你允许多少丰盛进入你的生命，而这份允许来自你内在的自我接纳。当你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够好，当你习惯把自己的需要放到最后，当你觉得自己的够努力才配得上丰盛，那股无形的匮乏就会悄悄地关上了金钱的门。金钱不会惩罚你，它只是如实地反映你对自己的对待方式。你觉得自己值得吗？你愿意为自己的喜悦付出吗？你能安心接收，无需证明与交换吗？这些才是金钱真正的问题所在。它不是怎么赚得更多，而是我是否相信自己配的。这份配得感源自你对自己的温柔与诚实。当你开始接纳每一个曾经被否定的自己，当你开始允许自己拥有，而不必先牺牲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金钱开始以一种更轻盈、自然的方式靠近你。它不再是压力、焦虑与控制的来源，而是你能量流动的一部分。它来不是因为你足够完美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接收。自我接纳是金钱流动的入口，你不再必须证明自己，而是单纯因为你是你，你就值得被支持、被丰盛、被滋养。金钱不只是支付账单的工具，它是一种爱的实践，让你可以照顾自己，支持梦想，实现灵魂的渴望。当你看懂了这一点，你就不再与金钱争夺，你开始与它共舞。你不再害怕花钱，因为你知道你的给出是流动的一部分。你不再焦虑赚钱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。当你活出这样的能量，金钱不再是目标，而是自然的结果。一个你越来越爱自己的证明，一种你与宇宙对话的方式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从今天开始，让金钱教你一件事：
不是你赚得越多才越有价值，而是你越接纳自己，金钱才会愿意留在你身边。这不是策略，这是频率。这不是方法，这是爱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宇宙就怎么对待你。金钱只是那一份关系的回应而已。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在听一个故事，关于金钱的故事。它可能来自父母的语气、社会的氛围、学校的教条，甚至是你看着账单时自己心里说的那句话：钱很难赚，你的很努力才能生存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富有，有钱人都是贪婪的。我不会管理钱，所以我总是没钱。这些话你以为只是现实，其实是你潜意识里一再重播的剧本。你以为你在应对金钱，其实你在重演信念。真正的限制不在金钱的数字里，而在你对金钱所说的故事里。那个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故事，正在决定你的实相。你如何看待金钱，金钱就会如何回应你。当你认为金钱总是流得太快，来得太慢，你就在无意识中创造一个匮乏的循环。当你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太多，宇宙也会替你保持平衡，让金钱刚刚好够用，却从不多给。但你可以选择重写这一切，不是透过苦撑或拼命证明，而是从语言开始，从意识开始，重新定义你与金钱之间的关系。你可以说，金钱喜欢我。你可以说，我允许金钱轻松地流向我。你可以说，我值得被支持与滋养。这不是自我催眠，而是一种能量的更新。每一句新故事都是在为你的频率重新校准。当你说的话改变了，你的情绪就会变。当情绪变了，你的行动与选择也会跟着转变。你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金钱，不再害怕看账户余额，不再为花一笔钱而内疚，不再觉得开口收费是一种冒犯。你会明白，金钱是一种能量，它需要尊重，需要流动，需要信任。你给予它空间，它就会来。你信任它，它就会稳定的存在。重写故事也是一场与自己深层对话的旅程。你会发现，那些关于金钱的信念，其实来自更深的自我价值问题。你会开始问自己：我是否相信我值得被爱、被看见、被支持？我是否愿意不再用劳苦换取价值，而是用存在本身来创造？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你与金钱之间的温度与距离。实相的转变不是从外在的赚钱方式开始，而是从你内在故事的更新开始。当你写出一个新的版本，你也在显化一个新的金钱实相，一个来自爱、信任与自我接纳的实相。你会发现，金钱不只是支付生活的工具，它是你创造自由、实现梦想、活出灵魂使命的资源。而你是这个故事的作者，你可以改写它，重构它，重新定义它的每一页。金钱不会决定你的价值，但你相信自己有价值的那一刻，金钱会自然来到你身边。从现在开始，放下旧的剧本，写一个更美、更自由、更丰盛的你。因为你值得，从金钱到人生，都活出一个全新的实相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
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